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袁。一直以来，我们都见过不少连环杀手，几乎每一个连环杀手的背后都有一段红得发黑的罪恶史。今天我们这位女主人公，她就被称为是澳大利亚最残忍的连环女杀手。可在她被判入狱后，却有150多个科学家为她求情，其中还包括2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女人到底做了什么？她的身上又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为什么会如此特别？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故事的女主人公名字叫做凯瑟琳·福尔比格，1967年出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他的父亲在码头担任起重机司机，母亲则在工厂上班。虽然2个人的收入水平非常一般，但只要用心经营生活，日子还是能过得平平稳稳。可是与愿违的是，凯瑟琳的父亲是个很暴力的丈夫，经常因为琐事和妻子发生矛盾。有一次喝醉酒后和妻子大吵了一架，忍无可忍的妻子就直接离家出走，把18个月大的凯瑟琳留在家里。妻子的离开让凯瑟琳的父亲手无足措，他根本就不懂得如何照顾嗷嗷待哺的凯瑟琳。几个星期后，凯瑟琳父亲外出喝酒时遇到了妻子，他要求妻子跟他回家，可妻子早就已经看清丈夫说一套做一套的性格，直接就拒绝了他。在酒精和情绪的叠加作用下，凯瑟琳的父亲失去了最后的一丝理智，直接把刀捅向妻子，直到手中沾满鲜血时，他才知道自己刚刚做了什么。他拨打了报警电话，在等待医护人员到来的时间里，他把妻子紧紧抱在怀里。这是凯瑟琳的父亲第一次在罪恶中感到如此强烈的悔意。这件事情过后，凯瑟琳被送往外祖母家，由外祖母和姨妈一起照顾。在享受几年短暂的亲情温暖后，凯瑟琳还是被送到了儿童福利机构，开始了孤儿人生。也许是凯瑟琳那双稚嫩的眼神让人格外心疼，她很快就被来自悉尼当地的一个妇女收养，从被亲人抛弃到入住孤儿院，再到被人收养。短短几年时间里，年幼的凯瑟琳辗转多地，本以为就此能够享受家庭的温暖，但养母的棍棒式教育还是给凯瑟琳留下了童年的阴影。只要凯瑟琳做得稍微不对，养母就会直接惩罚她。17岁高中毕业之后，凯瑟琳没有入读大学，而是直接走向了社会。与此同时，她离开了养母，搬进了朋友的家中。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她觉得养母不配做一个母亲。而对于只有高中学历的凯瑟琳，她根本就拿不出突出的技能，唯一有的只是姣好的面容，还有出众的身材。为了能够赚钱养活自己，凯瑟琳成为了俱乐部的艳舞女郎。一天24个小时，凯瑟琳接触的最多的就是金钱、酒精以及男人，其中就包括熟客克雷格·福尔比格，一个23岁的帅气小伙子。当时的克雷格在小镇一家矿业公司担任叉车司机，收入水平非常一般。虽然没有其他男人的超能力，但他却有一张总是可以逗笑女孩的嘴巴。看到台上艳气逼人的凯瑟琳后，克雷格便深深迷恋上了她。23岁的克雷格就如同被酒精浇湿的干柴，只要被凯瑟琳这团烈焰轻轻靠近，就能燃起一场欲望之火。他们开始约会，开始亲吻，开始在郊区公寓里的房间交换荷尔蒙。到了1987年，20岁的凯瑟琳就嫁给了大她6岁的克雷格。2年后的1989年1月，凯瑟琳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加勒伯。每次看着怀里的婴儿，凯瑟琳总是忍不住想起自己的过去。她觉得无论如何也得让孩子过上安逸的生活。可在1月20号这天，住所外响起的警笛声彻底撕碎了凯瑟琳的幻想。根据凯瑟琳的说法，在当晚凌晨1点钟时，她起来喂奶，然后又继续回到床上睡觉。2个小时后的3点，她从床上起来到卫生间方便，回来时顺带看了一下孩子，看看他睡得如何。那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儿子居然没有了呼吸。凯瑟琳马上把孩子从摇篮里抱出来，然后为其做心肺复苏，同时让丈夫帮忙报警。虽然加勒伯被第一时间送到了医院，但死神还是残忍地带走了他。而当晚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9天。
而对于初为人母的凯瑟琳来说，孩子突然去世的痛苦远远超过怀胎10月还有分娩之痛。怀着万分痛苦告别了加勒伯的1年后，凯瑟琳生下了第2个孩子帕特里克。起初一切都很正常，直到帕特里克4个月大时，他发生了一次意外。凯瑟琳说，当晚听到帕特里克的咳嗽声，就来到他面前安抚他，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孩子只是偶然的咳嗽。可在半夜4点半，凯瑟琳再次起床查看帕特里克时，却发现孩子全身瘫软，面部发青，而且没有了呼吸。凯瑟琳马上为孩子做了心肺复苏，并且随即报警求助，但所幸被救助及时。帕特里克在半夜抢回了一条命，但医生告诉凯瑟琳，这孩子患上了某种综合症，这种病常常发生在1岁以下的孩子身上，很可能会留下失明还有癫痫的症状，以后需要一直有人在身边照顾。按照凯瑟琳的计划，在孩子度过婴儿期时候，她是原本计划重新返回工作岗位，毕竟只靠丈夫一个人在外谋生，压力非常的大。可如今看来，凯瑟琳只能陪在帕特里克身边。在凯瑟琳全职照顾孩子期间，丈夫克雷格则在当地一家汽车经销商工作。可在1991年1月13号白天，正在工作的克雷格突然接到了妻子的电话。电话中，妻子一边痛哭，一边让他赶紧回来，因为帕特里克又出事了。医生给的原因是 SIDS， 也就是所谓的婴儿猝死综合症。而此时，帕特里克仅仅只有8个月大，接连2个孩子还没满岁就突然去世。凯瑟琳的遭遇很快就在小镇上流传了开来，有人报以同情，但也有人报以怀疑。作为孩子的母亲，凯瑟琳在忍受各种传言的同时，还要忍受同时失去孩子的痛苦。接近2年后的1992年10月，凯瑟琳又生下了第3个孩子萨拉，这一次是女儿。为了确保及时获悉孩子的状况，这一次凯瑟琳夫妇把婴儿床直接放到了自己卧室床边。在萨拉出生的几个月后，凯瑟琳一直没有去上班，几乎是寸步不离地照顾着这位公主。1个月、2个月、3个月，时间随着萨拉的一天天长大而消逝，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可就在1年后的1993年9月30号，凯瑟琳最不想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和前面2个哥哥一样，萨拉同样是没有了呼吸。而萨拉去世时，她只有10个月大，和上次一样，医生给出的诊断也是 SIDS。 从1989年到1993年，凯瑟琳失去了2个儿子1个女儿，而且这些孩子甚至还没来得及过上自己的第1个生日。这时小镇上的传言完全是一边倒，很多人认为凯瑟琳肯定有问题。为了让妻子从阴影走出来，丈夫克雷格就带着妻子搬到了新的地方居住。3个孩子的接连去世，让2个人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因为害怕丈夫会抛弃自己，凯瑟琳就开始节食，还有去健身房锻炼。一段时间后，凯瑟琳和丈夫2个人又搬家，而这一次呢，他们定居在了纽卡斯尔郊外的一个小镇。在1997年9月7号时，2个人就生下了第4个孩子劳拉。在女儿劳拉只有12天大时，凯瑟琳带着她到医院做了详细的检查，比如说血常规还有遗传病检查，但是都没有发现异常。而在凯瑟琳的要求下，医院就为劳拉接上了心电监测仪，而仪器上的数据会直接发回医院。而在医生全方位的监测和父母细心的照料之下，劳拉呢终于平安度过了第1年。而在她1岁生日的这一天，父母还为她举行了隆重的生日派对，当时他们请了很多邻居一起庆祝。而此时的劳拉已经不单单是家里的第4个孩子，她还承载着前面3个孩子的期望。然而就在过完生日的7个月后的某一天，当凯瑟琳准备把劳拉抱到婴儿床上小睡一会儿时，她发现劳拉突然没有了呼吸。紧接着熟悉的剧情再次上演。Emergency? I know I need an ambulance. My baby's not breathing. Okay, and how old's your baby? 20 months old. Can you just hold a minute? I'm trying to do CPR. 20 months old. I'm not getting any heartbeat or anything. Okay, do you know why this is? I've had 3 stents tests already. Pardon? I've had 3 go already. And your name? It's Kathy. Kathy. 劳拉去世后，当地警局正式命令高级警员伯纳德调查该案。
第一嫌疑人自然是凯瑟琳。为了找出真相，警员伯纳德询问了医务人员，第一个和第三个孩子尸检时都没有明显的伤痕，死因大概率是 SIDS 婴儿猝死综合症，而第二个孩子则是死于癫痫引发的窒息。最后一个孩子劳拉就不一样，在他身上确实查出了心肌炎，但医生表示他们无法确定心肌炎是死亡的全部原因。由于4个孩子全部都是活产的，所以他们很难相信会连续4次发生这样的事情。2个星期后，一个接触过劳拉的医生就写信给警员伯纳德，在信中他建议警员以谋杀的嫌疑来着手调查。作为母亲的凯瑟琳4次怀胎十月，4次充满期待，却4次从天堂掉到了深渊。凯瑟琳整个人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她很想把自己的注意力从这件事情转移出来，包括尝试去健身房锻炼，接受夫妻感情咨询等等，但是似乎都没有能够修补与丈夫关系的裂痕。劳拉的身世背景还有生活经历，就让很多人把责任推到了她的身上，轻则说她是扫把星，重则说她是杀人犯。诸多原因之下，凯瑟琳和丈夫又决定搬家，而这个时候已经是劳拉去世的1个多月后。每次搬家难免少不了收拾东西，就在这一次收拾时，丈夫克雷格无意中发现了妻子的日记，好奇的丈夫直接就坐在凳子上翻了起来。他很害怕妻子会自杀，所以想通过日记了解一下妻子的内心世界。结果这一看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日记是在1996年还有1997年写的，也就是2个人在生下最后一个孩子的时间段附近。日记的内容大多都是一些情感上的宣泄，但也有一些很奇怪的话语，尤其是其中一句，很明显我是我父亲的女儿。克雷格看了这句话之后，整个人的脸色都变了，因为凯瑟琳的父亲可不是什么善流之辈，此前他经常酗酒，还是个暴力狂，结婚3年后就和妻子变成了感情上的仇人。之前凯瑟琳的父亲就曾经用刀划伤了妻子的喉咙，只因为妻子经常在外面赌博，以至于被他怀疑他在外面偷人。1968年时，凯瑟琳的父亲在把自己灌得昏天暗地之后，就直接找到了妻子，还朝他连续捅了24刀，当场就把妻子送走。一个是酒鬼，一个是赌鬼，受伤的注定是年幼的凯瑟琳。她从小就没享受过家庭的温馨，她听得最多的就是父母无休止的争吵。看完日记之后，丈夫克雷格久久不能平静。几天之后，他就找到了伯纳德警员，告诉他自己认为萨拉的死很可能和妻子有关。一段时间后，伯纳德警员就把凯瑟琳带回了警局，对他进行了数小时的问询。对于日记的内容，凯瑟琳表示自己的确对孩子的去世感到内疚还有自责，但这并不意味着是自己杀害了他们。日记的内容是作为一个母亲的正常反应，那试想，假如你因为没有好好照顾你的孩子，导致你的孩子受伤，那你不会感到内疚吗？而在获得搜查令之后，警方就搜查了凯瑟琳的住所，还发现了另外一本日记。这本日记就记载了1997年到1998年的事情。在1998年1月28号这一天，凯瑟琳说自己被劳拉惹得很生气，恨不得直接把她放到地上让她自己去玩。紧接着，凯瑟琳又写道：我觉得自己就是地球上最糟糕的母亲，我很害怕劳拉会像萨拉那样离开我，虽然我知道有时候我的脾气是差了一点。而到了2001年4月19号，也就是最后一个孩子去世的3年后，澳洲警方就以涉嫌谋杀紧急逮捕了凯瑟琳。2003年时，新南威尔士州法院就召开了庭审，检方就一直坚称是凯瑟琳杀了4个孩子。证据呢，主要集中在2个方面，其一就是前文中凯瑟琳的日记。检方就认为这些日记内容已经完全暴露了凯瑟琳作案后的心理感受，尤其是那一句我确实是我父亲的女儿。其二则是一位病理学家的证词，虽然这位专家没有找到4个孩子被谋杀的身体证据，但是他依然给出了主观性很强的判断。可即使如此，陪审团还是判定凯瑟琳罪名成立，包括蓄意谋杀、过失杀人、故意伤害罪。那当听到40年的监禁判决时，凯瑟琳直接就瘫倒在地上，她大声哭嚎说自己是无辜的。
而在一审之后，凯瑟琳就提起了上诉，但是罪名依然没有改变，只是在监禁时间上少了10年。那所以事情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吗？当然没有，因为谁也想不到入狱后的凯瑟琳会得到150多位科学家的支持，也更没有想到入狱后的凯瑟琳已经不仅仅是凯瑟琳，而是一场科学与司法的对抗。2003年，一位科学家就开始调查世界各地离奇死亡的婴儿，而凯瑟琳就是他们典型的研究案例。结果这位科学家发现，凯瑟琳并非是个例，每年在全世界都有类似的情况。到了2012年，也就是在凯瑟琳入狱的11年之后，他就迎来了他人生中的曙光。一位科学家首次发现了钙掉蛋白基因的突变，携带这种突变基因的人心脏活动往往存在异常，部分携带者呢甚至会突然猝死。而在凯瑟琳前面的2个孩子中，他们就真的检测到了这个基因的突变。在被关押12年后的2015年，凯瑟琳的律师就以检方病理学证据不足为由，提出重审该案的要求。但无奈的是，新南威尔州政府拖延了3年，这样的执政者如此耍无赖，凯瑟琳的律师呢，只好借助媒体，让他们广泛报道此案，就是想让当局在舆论面前放低高贵的头颅。所以在2019年时，迫于舆论的压力，当地法院终于重新调查了该案。不过从头到尾，法官呢都拿着凯瑟琳的日记说事，一直打着长篇大论的官腔。可实际上说来说去只有2句话，就是凯瑟琳杀了4个孩子，她写的日记就是最好的证据。面对不肯低头正视疑点的法官，凯瑟琳的律师要怎么办呢？如果说司法是执政者手中的魔法，那科学就是打败魔法的魔法。既然你不肯正视案件的疑团，那我就把你拉到全世界舆论风暴的中心点。基于世界已有的大量案例还有实验室数据，在2021年3月时，1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就联名签署了一份送给新南威尔士州州长的请愿书，诉求就是希望改判凯瑟琳无罪。在这100多位科研工作者中，有2名还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声援凯瑟琳的科学家也越来越多，目前呢已经来到了150多位。他们在为凯瑟琳寻求公正的官网上纷纷签署了请愿书。由于法律程序上的需要，部分签署请愿书的科学家是需要出席庭审的，那自然而然就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谁为这些人的行程买单，包括南北半球之间的往返机票、住宿酒店这些费用等等。那当然，对于他们来说，行程上的费用支出并不算什么，他们更看重的是推动科研的进步，同时利用这些在科研上的进步救赎一个被冤枉的母亲。从2003年被判入狱到2023年，凯瑟琳的法律团队一直为他奔波。10年时间里，如果按照市场价来计算，那绝对是一笔凯瑟琳无法承担的天价律师费。加上凯瑟琳原本就不是富裕人家，她只能选择申请法律援助。那不过唯一让人庆幸的是，这个案子因为闹得满城风雨，所以对于凯瑟琳的律师团队来说，他们同意接下这桩案子，只要最终能够让凯瑟琳被判无罪，他们呢就能够收获比金钱更大的好处。可以说凯瑟琳是不幸的，因为短短几年时间里，她连续4次痛失了自己的挚爱。可她呢也是幸运的，因为她面对强大的司法机构，她有一群在背后支持她的律师团队，还有科学家。目前这起案件的状态依然是进行时，事情的结局可能会有以下几种：第一，凯瑟琳获得州长的赦免还有特赦，因为有充足可信的科学证据表明凯瑟琳被错误定罪。那第二，这个案子呢将被移交给上诉法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3审。那第三，州长呢很可能会再次下令重新调查该案。那最后一种呢，则是凯瑟琳获得提前假释，但是条件是他得承认自己的罪名，也就是说，你虽然无辜，但是你依然有罪。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